兄弟们，今天来修一台豫 3T 行业机，是一个同行寄过来给我修的，其实比较空，他就寄了一个遥控带频控，跟一个飞机，还有一个电池。这个机器他拿到手的时候呢，就已经是被修过，开机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。这个是豫 3T 带热成像镜头的云台也正常啊。可以自稳。它这里有个警告，也就是说这个飞机的报错，我们看一下它都有什么报错。首先是一个航电系统警告，点进去看一下，这里有3个报错啊：感知系统初始化中，传感器异常，传感器初始化中，主要是这3个报错啊。这几个报错都是跟传感器有关系的。这次同行拿来修的话，主要就是这个问题，因为有这个传感器报错，所以导致飞机无法起飞。这里还有一个报错，电池看一下循环次数过高，这个的话没关系，先不理它。修之前先看一下它别的功能是不是都正常的。现在我打讲肯定是打不了的啊，直接提示无法起飞。然后试一下，它有3个镜头，短焦、长焦、热成像3个，试一下它3个镜头是不是正常。云台俯仰是没问题的，变焦，好，这是最小倍数，没问题。试一下它的热成像，红外啊，我把手放过去，红外也正常啊。先关机啊，现在就测试就是这个传感器的报错，主要是情况仔细跟这个同行兄弟沟通过，他是这样说的：这个飞机拿到手，它首先不是这个报错，报的是电条异常，然后他就拆开去看电条，结果发现之前的电条被上一家焊得乱七八糟吧，也就等于说这个飞机到他手之前就已经被修过，到我这里来已经至少是转了2次手。他后来说把电条板他换了一个，后来电条报错就没了，但是又出了一个感知系统异常的这个报错，他想尽了各种办法去找问题，实在是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所以的话没办法发来我这里，想请我帮他看一下。这个豫3系列啊，不管是行业机还是航拍机，它这个整体结构都差不多的，拆装也是差不多的，电条它在底部，都是用 T4 螺丝。看一下啊，因为他说他换过电条嘛，很明显看得出这个电条是肯定是被换过的，反复焊接过很多次，这个皮都破了掉了，这个不影响。这里还掉了一个散热垫，到时候修好一起给它补上。先来分析一下它这个问题，报错是报的传感器异常，那传感器都包括哪些东西？视觉传感器、红外传感器、姿态传感器，分为这几大类。视觉传感器自然就不用说了，前后上下避障360度的避障，视觉传感器主要是指的避障。还有红外传感器，红外传感器这台飞机的红外的话主要是在底部这个位置。还有一个姿态传感器，姿态传感器又分为 IMU、指南针还有 GPS， 都属于姿态传感器这一类的。它报的这个错肯定是在我刚刚说的这几样，具体是哪个问题还需要去检查，先排除一下看是不是那个视觉传感器的问题。它报的是感知系统异常，所以它报的这个感知跟这个视觉传感器还是有差别，所以基本上视觉的问题可以排除掉，那个同行兄弟也排除掉了这个视觉问题了。视觉方面我们就不查了，我们去查一下别的，就还剩下什么？还剩下红外的 GPS、IMU 还有指南针，这几样都是跟这个报错有关系，我们一个一个来排查。我们先看这个红外，这个螺丝都看得出被拧过很多次了啊，这个螺丝。首先呢，就肯定是先看它的外观，看有没有异常的地方，比如说这些排线接口有没有腐蚀啊、断裂啊，这个看着就还挺新、挺干净的啊，这个应该问题不大。红外拆出来先看一下啊，看一下啊，外观都正常。这里有个屏蔽罩，我们也揭开看一下，里面有个散热垫啊，散热垫有点走位啊，问题不大，先给它装起来。没什么问题的，先装回去。电条它现在没报错，所以基本上与电条是没关系，先盖上。到时候这个散热垫修好之后再给它补一个。先上2颗螺丝啊，
就让它不掉就可以了。拆开它的上盖，检查它的 GPS、IMU 还有指南针。先把云台拆掉，这里全部都是用的 T4 螺丝啊。这里的话注意，它有2组排线，一组是相机，一组是云台电机。这里有个卡扣啊，这一只手先拖着，另外一只手去拧啊，也是 T4 螺丝。这里有个金属的这个盖子拿出来，两边排线，钝头镊子啊，我刚刚那个镊子太尖了。这2个螺丝应该是没上啊，上一家应该是没上。侧面啊，这里1、2、3、4，侧面各4颗螺丝，全部都是 T4。换一面。这个下面这里还有2颗啊。我们先把尾部这个盖子给它先拆开，拿个撬棒啊，撬它一下，折叠起来。这个灯这里怎么还破了一点？应该是拆的时候拆太多次碰到了，还是干嘛的啊？这个不是我弄的。这个后盖拆下来之后，你看这里还有螺丝，这里还有2颗啊，这是十字螺丝。还有视觉这个下面应该是也有螺丝的，把这个视觉盖子先给它撬开，视觉盖子先撬开。这里还有2个螺丝。好，把这些螺丝全部拆开之后，才可以揭开上盖。它肯定是拆过很多次。如果说第一次拆的话比较紧了，我这拆的比较松，说明被拆过很多次了。这样一眼看过去看着还好啊。GPS 的防水标变红了，但是目测它上面的电路部分呢，并没有腐蚀进水的痕迹。先从简单的开始测试，看一下 GPS 跟 IMU 这边看是不是有问题。拆开。上盖内部基本上就是十字螺丝，这边2根排线给它先挑开。这个玉3系列这个 GPS 它都不通用的，不一样的，它是它玉3T 专用的，它跟别的型号是不一样的。这个 GPS 目前市面上非常的缺货，价格相当贵啊，我希望不要是它坏掉了。先肉眼观察，看有没有明显不对的地方啊，比如说看它有没有变形嘛，四周电路平平整整啊，并没有变形。还有腐蚀，看有没有掉零件，就是有一点点轻微的灰尘，虽然防水标变红，但是并没有看到有腐蚀进水的痕迹。打开一个万用表，打到2级管档啊，简单的测量一下啊，看有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。红表笔接地，黑表笔去测量。这2根线就不理它吧，就不焊它也行，算是2个电杆啊。这个地方看一下有没有短路啊。正常来说，它们肯定阻值都还比较大的，400多应该正常的。这个也有400多，应该也是正常的，没问题啊。我说错了，这是电阻，不是电杆。像这种大的电阻肯定都是要供电的啊。都是要过那个大电压、大电流的。首先测它有没有短路，然后再测一下电容。正常来说，电容都是一端接地，一端是有阻值的。如果说你测量到2端都接地，或者是一端接地，另外一端的阻值非常低啊，那就不正常。这个500多都没问题。400多都没问题啊。这个 GPS 看起来问题不大。如果说真的是 GPS 有问题，它报错，它也不是这样报的，可能是报导航系统异常或者是报一些类似于跟 GPS 有关的报错。那 GPS 的问题基本上排除啊。那么会不会是 IMU 呢？控制飞机姿态的一个零件 ，IMU 损坏的话，也确实是会导致有这个报错。直接换一个，我就不测了，换一个试试看，排除法嘛。上家同行。像这种简单的换件测试，我觉得他都换过了，要不然也不会拿到我这边来，并且还经过2道手啊，不会这么容易被我捡漏的。所以的话，但是还是给兄弟们啊测一下，看是不是他的问题。刚好我准备了一个 IMU，GPS 我就没准备，因为这个 GPS 太缺货了，到处找都没找到。但是这个 IMU 还是
把这个 IMU 换上去啊。A few minutes later， 开机啊。云台可以不接啊，这个飞机哪怕是不装云台，它打桨都是可以打的，只要别的地方没问题。这里警告，进去看一下，还是航电系统这里啊，还是有警告啊，一样的传感器、感知系统，那说明不是 IMU 的问题。电池拔下来，换回它自己的 IMU。Two very boring minutes later， 继续往下拆。好，接下来就看一下指南针，在这个位置一个很不起眼的位置，有一个单独一根排线连着一个小芯片啊，就是这个位置。那要拆出这个指南针，要全部拆出来啊，所有东西全部拆出来才能拆出它啊。见到螺丝就拆啊，把这个风扇先拿下来啊。它这个螺丝特别多啊，这个塑料架子给它拿出来。OK， 把所有的天线拔出来，拿下来。这底下还有一个金属座子，继续往下拆。拿下金属座子，这里还有螺丝。拿下这个散热板，它底下有散热规制，左右这样子挪动，慢慢的拿下来啊就可以了。看，把这个视觉排线钝头的镊子，把这边上各种排线啊也挑起来，把这个整个视觉还要拆下来，前后左右4个螺丝，后面有2颗，这里还有一根天线。慢慢的啊，拿起来啊，这个整个视觉，这2根是电池检测线啊，拔开，后面的这个灯线啊也给它拿起来。这里还有3颗螺丝，最后还有啊，1、2、3，这里还有3颗。指南针这边它连着一根排线，你们在拆合金板的时候啊，要慢一点，慢慢的啊，就这样子往我的这一侧翻，然后把排线拔出来，把排线拔出来才 OK。换一个指南针试一下，先把它的指南针拆下来看一下啊。它指南针在这边，在这个位置啊，小小的一块板，用镊子给它推上来。这里本来应该是有胶的，这个胶都没了啊，说明这个指南针也被动过了。指南针应该也是上一家应该我觉得他换过也测试过，但我这边再给他换一次，再试一下啊。准备好一条新的指南针的这个排线加芯片，先给它上到主板上面去。这个盖子都有点变形了，应该是拆过很多次了吧，我觉得这样。把它推到底，然后把这个盖子压下去，紧了就可以了。装的时候呢，就是这样子啊，先把这个指南针从这个地方压下去，先压下去。我先换个指南针试一下，我就不完全装起来。简单的给它搭一下，所以有很多螺丝我就先不装啊，把排线这些先按压好，先扣好，把所有的这些排线，这个信号线都可以不用接都可以啊，但是这个散热板这些必须要装起来啊，因为这个板发热量非常大，怕烧坏。锁2颗螺丝，这个视觉必须要装啊，视觉不装的话，它这个视觉它会报错。简单的搭一下，把这个排线压下去，风扇也需要散热。GPS 装好，就装这么多东西就够了啊。通个电，简单的试一下，看它还有没有问题啊。电池装进去，对，正常的吗？不会这么简单吧？哦，没有啊，这里还是有警告，还是一样的问题。这个东西没有这么容易让我捡漏的，这同行应该都换过一遍。这种简单的小元器件，我相信他都换过一遍才拿到我这边来修的。应该去查核心板，不要浪费时间，直接去看核心板。全部拆开，把核心板拆出来。实际上呢，这个飞机在寄来我这边之前，
他就问过我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，我也在微信里面那大概说了一下，先换什么再换什么，把东西先换一遍，他基本上估计也都换了，实在是不行才寄来我这里的。散热板给拆开，注意这里指南针，排线挑开拔出来。主要就观察下这个核心板啊，肉眼观察嘛。这个相机接口这个地方啊，应该是被焊接过啊，这边上还有焊油啊，不知道是整个座子换过还是怎么样啊，就不清楚。还有这个几个电容跟电阻这个地方有点路同啊，应该也都是被上家处理过的，但是看着问题不大，仔细看一下。看着是干干净净，估计之前就算有腐蚀进水的痕迹，也已经被上家清理的干干净净了。这个底下是被焊接过的啊，不知道就是这个角被焊接，还是整个座子换过。这个几个电容电阻这里有点路同，应该也是处理过的。屏蔽罩先不揭开，这几个小元器件看一下，看着都还 OK 啊，看有没有掉件的、烧掉的或者鼓包的地方都仔细看一遍。再到这一边，这个指南针这个盖子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变形哦，我知道为什么变形了。原厂的时候这个指南针这条线这里有 UV 胶固定在这个两侧，非常硬，然后呢它挑不开，于是就拿风枪去吹，可能风枪温度太高了，因为这个盖子又很薄嘛，一吹这个盖子就变形了。不过这个也不是问题啊，都还算正常。这一边就没什么元器件了，我们反面这一边的零件就外围的零件多一点。首先是视觉这一边干干净净啊，再看这一侧啊，也是没有问题。基本上正反面外围的零件看了一遍，暂时没有发现明显不正常的地方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揭开屏蔽罩纸看一下啊，看里面有没有被动过啊。主要的屏蔽罩纸都揭开看一下。里面是没被动过的啊，里面干干净净，一眼看过去完全没被动过的地方啊，先不要去动它，基本上就跟这些地方就没关系。这一面屏蔽盖子也打开看一下，先看这边也是没有被动过啊，干干净净。继续打开，这边没什么大芯片了啊，也看一眼。也是比较干净的，没有被动过啊，这是个好消息啊。但是我们还是得把它的问题给找出来，到底是什么原因。我们先量一下传感器有关的这些位置的对地阻值 GPS、MU、指南针，量一下它们这些接口的对地阻值，看能不能发现一点问题。我们测量，因为这个玉山 T 的板呢，我现在手上也没有一块相同的板，所以的话呢，我都是只能凭经验，凭这个维修电路的经验去找这个问题。红表笔接地，黑表笔去量，连接 GPS 的啊，排线上面就写了 GPS， 那它是这样子的嘛？这个宽的这个接口啊是连接 GPS 的，刚刚量了一下都问题不大。然后再跟这个传感器有关的就是指南针咯，指南针的这个接口非常少，就几个，我们量一量吧，就几个。这500多，这个接地，这个，哎，这个。难道是空角位吗？无穷大，这个角的阻值是无穷大，对地阻值无穷大。我来看一下，这个指南针总共就4个角，3个角当中2个角是有阻值，对地阻值都有500多，还有一个是接地啊，接地正常啊，但是第4个居然是无穷大，难道这个角位是空位？没理由啊，总共才4个角，还做个空位。这个明显是不合理的啊！我们仔细看一下，因为这个3T 我手上现在也没有它的点位图，但是它应该跟玉山那些大致结构应该差不多。指南针这边我觉得应该也差不多，先不看那个点位图啊，先自己判断一下，它是没有阻值的，无穷大的。那我看一下这个角通往哪里啊？应该就在附近，通往这里有4个圆点，4个角应该是通往这4个点。现在来测通段，打到风鸣档。第一个点啊，通往这边，从左往右数的第3个角啊，第2个角通往第2个圆点，通往第1个角，第3个点通往第2个角，好，那第4个点呢？
就是通往第4个角。那这个点位再来测量它对地阻值，哎，也是无穷大，那就不对了呀。那这3个，这个是接地，这2个应该都是有阻值的。因为我是打的风鸣档啊。角位下面有一排这个电容电阻，根据我们常见的电路，那这几个原点应该也是会通往这几个电容电阻，看有没有通啊。直接用原点去测量就行了。这是接地的啊，接地的就没必要测量了啊。测量那些没有接地的，通往这一边。有通往这一边，第2个原点，应该是第3个啊，通往这一边，第4个呢？哎，通往一个小电容，然后还通往这一边。终于发现一个不对地方，就是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感觉少了一个零件，不知道是什么零件啊。2个角的，我为什么说这里少零件呢？因为它这个地方跟别的本来没装元件的位置它不一样啊，它是凹凸不平的。如果说出厂有很多这种确实是空角位，没装零件的空角位板上面也有很多，但是它们有明显的区别，跟我刚刚看到那个有明显区别。我镊子现在指的这些位置也是没装零件的啊。这是本来就没装，它的特征就是圆润饱满，各个点都很均匀。像这种就是出厂就是没有装元件的。你再看回到这里，这个位置它是没有这种圆润饱满的这种感觉啊，凹凸不平的。用镊子挑过去有那种阻力，这个明显是不对的，这里肯定是掉了一个东西。那我手上又没有相同的板，那这个到底掉了一个什么东西啊？今天教大家来判断一下啊，在手上没有料板，板上面又掉零件的情况下，要判断它掉的是什么东西，有个简单的办法啊，就是测量它两端的最低阻值啊。它只有2个引脚嘛，所以的话我们就测量它2端的对地阻值，打到二极管档啊，红标笔接地，黑标笔去测量。先测这一端，这一端是无穷大，另外一端呢，这一端是有阻值的，阻值是556啊。然后再看一下，对比一下其他几个角位它的阻值多少，这个是570，这个也是570，哎，那就说得通了呀。那这个556的这个阻值应该就是到第4个角的才对啊，是吧？根据量这个角位啊，一端是无穷大，一边是500多，所以100%的确定这个元器件是一个电阻。为什么是电阻？它不是电容，因为如果是电容的话，它一定是有一个角接地。那你看我随便量一个小的电容，你看它一定是一边接地，一边有阻值。你像我现在这个。一边无穷大，一边有阻值，那中间只有可能连接的是电阻。那电阻的规格又很多，那是多大的呢？其实很好判断啊，根据其他几个角的，你看一下啊，570啊，这边是558，那说明这个角应该也是跟其他几个角一样的，都是570左右。我量到它的另外一端是558。跟570只相差一点点，那么基本可以断定了，这个地方是一个0欧电阻，是一个0欧电阻，阻值非常小的一个电阻。这个位置的话，基本上可以一坨吸过去，或者是你再装一个小电阻也都可以。话不多说，先把这个地方处理好，拿出那个焊油啊，先打焊油。它这个也都是高温吸啊，我们把这个吸给它凹凸不平嘛，上面还有一个断掉元器件的一些残留的部分在上面，我们先给它处理掉啊。加焊锡，把这个焊盘先处理一下。这个板子它比较厚，你烙铁温度的话要适当的调高一点点，要不然的话你拖不动的。我现在是大概调的400度左右啊。先把这个焊盘先处理好啊。处理的差不多之后，找个料板，随便找一块料板，到料板上面插一个0欧电阻就可以了，打到欧姆档。这边有一个是0欧电阻的，
这个还不是0欧，再换一个。就它了，这边是一个0欧电阻，给它拆下来。拆的时候我就用风枪，这种小元件高温快拆快装，开个400度左右都没问题。这个台夹先夹起来。好，拆下来了啊。好，然后再拿出我们的核心板。这里我们尽量不要拿风枪去吹啊，因为这个旁边有个座子，座子的非常薄，它塑料的非常薄，温度高一点它就变形了，所以我们就用烙铁给它换好。把这个小元器件夹过来，把这个小的这个电阻夹过来啊，用烙铁加镊子同时操作。这个烙铁啊，焊电阻的时候，避免时间停留在电阻上面太久，要不然这个电阻一下就坏掉了。A few minutes later， 电阻换好了，我们再来测量一下它的对地阻值，再来测量一下对地阻值啊，4个角，第一个角560多，第二个角560多，第三个角接地啊，第四个角刚刚是无穷大啊，556啊，正常啊，这个阻值恢复正常了啊。现在就装机测试，简单搭一下，把指南针啊先给它上好，扣上啊。把指南针给上进去，先把指南针给上进去。把这个先接上。一颗螺丝先给它上起来。先简单的搭一下就行了，天线都不接，把视觉给上了。散热板上去，上个遥控，开机试一下啊！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，兄弟们看一下能不能搞定。好，等待啊，等待。啊，这里还是有警告，点进去看一下。哎，看到没有？看这里，航电系统正常了。兄弟们看一下这里啊，航电系统中正常。这个电池的话是它电池本身循环次数多啊，你看。没报错了，航电系统一切正常。进入飞行界面，现在就一个报错，看到没有？我点开就一个报错，就报错电池。现在你看到的画面是视觉画面啊。现在这种状态它应该能打奖，我试一下能不能打奖啊？试一下啊。起飞！来，听到没有？能打奖了，搞定了。现在全部装回去，先关机，上螺丝啊。把这个天线装回去。大家装的时候要按照我这个顺序装的话，有一定的逻辑关系。你如果装错的话，就得拆了再重新再装啊。散热器。塑料盖子，GPS 这些把它固定好。
盖回上盖。盖上这个盖子。把云台装回去啊！装这个云台一定要注意啊，这2根线不要装反了，装反一开机就烧。OK， 全部装好了，再看一下报错。哎，哦，可以了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，一切正常啊。进入飞行界面，再看一下啊，现在云台都正常，直接打桨。那起飞，打桨正常，然后试一下功能啊，云台俯仰，切换到变焦啊，变焦继续变，继续变，继续变，啊，变到56倍，再试一下红外，红外也是 OK 的啊。现在就一个报错，它电池循环次数高啊，这个没问题的，不容易啊。这个玉3T 行业机搞定了。差不多搞了2-3个小时，小电阻的问题，这个问题我简单的分析了一下，不知道是我的上一家同行还是我同行的上一家啊，就是反正不知道是谁啊自己整出的问题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它那个位置啊刚好就在指南针排线接口的旁边，它可能是用镊子去挑，它可能用的那种比较尖头的镊子，一挑一划，刚好那个小电阻就被它给挑走了。然后那个地方呢非常隐蔽啊，不容易被发现。开始我看了很久，我找了很久都没发现，直到我一个一个量阻值的时候才发现那里阻值不对，才看到那个问题。所以的话修机还是要细心的啊，跟这个同行兄弟说一下。视频制作不易啊，希望大家一键3连，感谢。